坐牢！蜘蛛，真不赖呀。百年一遇，百善归一。今日路过的第100人，若心存善念，便是与我有缘。这不是首富周家的2小姐吗？是那个富可敌国的周家。我姐姐生了重病，谁能救她？只要治好她，便可娶我姐姐为妻，继承周家万亿家业。这可是破天的富贵啊！那周小姐可是大夏第1美人，要是能娶到她，祖坟都冒青烟了。那2小姐你呢？若是有人能救我姐姐，我可以和姐姐一起嫁给他。2小姐，你为了寻访名医，走了3天，脚都磨破了。98、99，就当是行善积德，为我姐姐祈福，只希望老天爷能看到我的诚意。给你了100。你就是第100个。2小姐，住手！你我有缘，说出你的一个梦想，我来帮你。你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连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，你能帮我什么忙？凡尘俗相皆是皮囊枯槁，你又怎知我掌中不是另有乾坤？流氓，放开2小姐！臭皮干你！等等，伤口竟然愈合了，一点也不疼了。你最近总是半夜惊醒，盗汗不止，食欲全无吧？这你都能看出来？这出神入化的医术，难道他能救我姐姐？大师，求您救救我姐姐！只是如此，我可让你上入9天，成仙问道，也可让你凤临天下，威震一方。这些我都不需要，我只希望我姐姐能好起来。果然是百年一遇，百善归一。也罢，便随你走上一遭，带路吧。欢迎2小姐回家。2小姐又请来了哪位名医啊？怎么是个乞丐？医王，我女儿这病可有法治？我行医数10载，见过无数疑难杂症，自认医术通天。可大小姐这病症，我实在无能为力呀。哼，那是因为你无能吧？老爷，您千辛万苦要寻的医圣和医仙请回来了，快快有请。周爷放心，有我在，大小姐就算在鬼门关，我也能给她拉回来。少吹嘘了，一定是我先治好大小姐的病。肤如凝脂，唇红似火，这药真不愧是大夏第1美人。行了，没用的人都靠边站，我要治病。医生，我女儿是什么情况？可有把握？这脉象很奇怪，时有时无，时虚时强，这是绝症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天底下居然还有你医生看不出来的病！真是一出好戏，
医生，看来这些年你的医术没长进啊！你懂什么？我拿性命来赌，这病不可能有人瞧得出来。哼，无能者的说辞罢了。周老爷，榜单上说谁能治好大小姐的病，谁就能娶她，这可当真？不错，只要能治好我女儿，不管她是谁，都可以娶她，并且获得我周家万亿家业。好，岳父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大小姐这朵花，我采定了。一贤，你看出什么没有？看他这一筹莫展的样子，就知道，他根本找不出病因。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啊！本座穷尽一生绝学，竟然找不出大小姐病症所在。看来医学界又要出现新的难题了。我女儿生得美艳无双，聪明过人，浑身上下挑不出一丝缺点，可偏偏红颜薄命，老天不公啊！你们一定知道还有谁能救我女儿的，对不对？我求求你们了，就算让我倾家荡产，付出生命，我也在所不辞。周爷，普天之下确实有一人能救。谁？医臣。他的手沾满毒血时，是地狱爬上来的恶鬼，但治病时，便是人间唯一的真神。翻手生，覆手灭，一手掌生，一手掌死。他的名号我听说过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，是生是死都不知道，我该去哪里找呢？那便是你的事情了。来人！发布四海令，重金悬赏。是。不用找了。让我来。你是谁？爸，这就是能治好姐姐的人啊！就他一个乞丐。二小姐，你别被骗了，一看就是个骗子。井底之蛙。你说什么？哼，说你们坐井观天，却笑天窄。你们治不好的病，便以为天下无人能治？够了！别在这装模作样！我乃大夏首富，你到我周家行骗，信不信我把你大卸八块，丢出去喂狗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敢不把周家放在眼里，就该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来人！敢拿我女儿的病开玩笑，我今天就让你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！动手！住手！爸，以前您经常夸我独具慧眼，今天我就用这双眼睛担保，他真的很厉害。你让他看看姐姐的病吧。二小姐，你是被这个骗子灌了迷魂汤吧？好，我信我女儿一次。你要是治不好我大女儿，我会让你付出恐怖的代价。世人求我治病，向来3叩9拜，恭恭敬敬。你这种态度，我不治了。放心，我欠你一次帮助，要是有什么别的需要，随时找我。拜拜。不要走，大师，我姐姐人美心善，求你救救她吧！只要你救她，我就嫁给你。行，反正要帮你忙，就现在吧。见过骗子，没见过这么煞有介事的骗子，都沦落成乞丐了，可想而知骗术有多拙劣。混账！你在干什么？流氓！天底下哪有这样治病的？分明是趁机轻薄。周爷，您亲眼看见了，这等无耻之徒就该乱棍打死。好你个狗东西，当着我的面就敢轻薄我女儿！来人，把她给我丢出去！完了你了！先天性心脏病合并间歇性线粒体脑疾病。说什么？我说，他得的是先天性心脏病，还有脑子有问题。胡说八道！随便看2眼就知道大小姐得什么病，你当自己是神仙？还间歇性线粒体脑疾病，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病，编都不会编。可是，
心如确实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不过是蒙对了罢了。呼吸沉弱，可不就是心脏有问题吗？至于他说的什么间歇性线粒体脑疾病，现代医学书上根本就没记载。怎么，你是在质疑整个医学界吗？医学界的半壁江山都是我打下来的，这病你们没听过，是因为你们孤陋寡闻。爸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您就让大师试试吧。好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治？给我准备一口药鼎，下火烧水。笑话，下火烧水，你当是炖汤呢？我行医几十年，头回听说用药鼎煮人的疯子。周爷，您看见了，这哪里是治病，分明是要把大小姐当牲口煮了。再质疑一句，我保证让你跪下磕头，自己扇自己耳光。不可能，你要是有本事让我磕一个看看。什么？这小子究竟用了什么手段？还愣着干嘛？救命啊！我来。这可是失传已久的绝技，据说能起死回生，针到病除。那是怎样？我这13针，一针定生死，2针回阴阳，3……这怎么可能？好可惜啊！看来你师傅教你的时候偷懒了。你有本事，你救我！光说不练，假把式！哼！我不杀善良之人，不救无德之辈。快去准备药鼎吧，你女儿的病还不行。去，准备药鼎。要是我女儿有一丁点闪失，我拿你试问。没问题，我把命赔给你。吹，继续吹。周爷，此人包藏祸心，千万不可轻信呐！召集府中所有保镖，只要心如少一根头发，我让你插翅难逃，死10000次！老爷，都准备好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做事，你不需要质疑。他的命，我护着，你怕什么？好强的气势，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关门做什么？你不想你女儿被外面那些人看光的话，就在这儿好好等着。我告诉你，别想耍什么花样！你要是敢……周老爷，什么拿药鼎治病，根本就是噱头。估计他这会儿正在里头轻薄大小姐呢。对，只要轻薄了小姐的身子，他不就顺理成章成了周家姑爷？卑鄙无耻！周家被乞丐拿捏，传出去笑话死！够了！爸，你冷静。他虽然是个乞丐，但真的很厉害，我相信他不会乱来。我问你，你从哪儿找到他的？路边。胡闹！路边随便遇到个人就往家里领，你到这里是菜市场吗？快进去阻止吧，否则后悔莫及，后悔莫及啊！来人，把门给我撞开！今天我要让他好看！畜生，你在干什么？小，你找死！来人，给我
诛杀这个恶贼！上！这他妈是什么妖术？妖孽！这个乞丐简直是妖孽呀！一群废物！都给我滚开！让我来！连周爷都打不过，完了！大小姐的清白全毁了！给我传四大天王！今天就算拼了我这条老命，我也要把这个妖孽碎尸万段！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阴阳相济，乾坤轮转。我的震岳琉璃塔，我的混元遮天伞，九霄惊雷琵琶，斩妖清风剑，今日必破此门，合力破阵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四大天王来了，这回乞丐死定了！再来，用全力！打不过，走！宝塔竟然碎了！这怎么可能？就这么一扇门，四大天王居然都破不了！该死的臭流氓！你放开我女儿！流氓！我衣服呢？你本来就穿着这个。你还看？哎，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，不能太冲动，不然容易晕。连四大天王都败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周爷，某皇，咱们可以上报治安所，再不行就动用枪炮。我就不信那乞丐再强，还能抵得过炮弹。坦克大炮一起上，轰也要把他轰成渣。二小姐，你太冲动了，怎么能把这种危险人物带回家了？你这个丫头，真是好心办坏事。不对啊，爸，刚刚姐姐说话了。当然了，要不是听到你姐姐的呼喊，我能这么着急吗？可是爸，姐姐之前都昏迷不醒，她怎么会出生呢？是不是已经被那个乞丐治好了？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可是那他们怎么还不出来？周爷，您被耍了。有一种秘法，只要触碰人体特定关节，就能让人短暂发出声音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治病。对。那个乞丐就是专门用这一招混淆视听、装神弄鬼，他肯定就是奔着大小姐来的。先把人弄醒，再假装救命恩人，好名正言顺娶大小姐，继承周家万亿家业。该死，该死！难道我的宝贝女儿就要毁在他的手里了？立马通知安保局过来抓人！再传我命令，让所有保镖把院子围住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过来。是。周爷，接到您的命令，我特调30精锐前来支援，人就在里面，你可一定要帮我救出女儿。所有人听令，瞄准大门。里面的人听着，立刻出来！
确保大小姐安然无恙，否则我们就要开枪了。里面的人听着，立刻出来，确保大小姐安然无恙，否则我们就要开枪了。臭乞丐，你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给我滚出来，不然30把枪一起开火，让你后悔莫及。射击！这怎么可能？30把枪都打不穿一扇门，这还是不是人了？简直就是怪物啊！那怎么办？我女儿还在里面。不用麻烦了。我出来了。恶鬼出来了，快把他给我拿下！且慢！你个丧心病狂的畜生！你敢欺负我女儿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谁说我欺负她了？这人不是给你们救好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已经把大小姐给治好了，还在这儿忽悠呢？忽不忽悠，你们自己把脉就是了。她身上所有的病我都给她治好了，往后日子无病无灾。起码活到100岁。哼，口出狂言，看我怎么拆穿你！这脉搏强劲有力，跟健身10几年的成年男性比一模一样，这也太神奇了！居然真的好了！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连我都治不好的病，一个乞丐凭什么能治好？居然是真的！大小姐现在一点病都没有了。爸，你看姐姐面色是不是红润了许多？看来她真的没事了。好，我就知道我女儿福大命大，命不该绝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放眼大夏，医术能在我和医王之上的，只有传说中那位神秘莫测的医神。难道你是医神前辈？这怎么可能？传闻中医神活死人肉白骨，一针定生死，两手转乾坤。可医神怎么会是这么年轻的乞丐？你莫非是医神的传人？能治好大小姐的病，不过凑巧罢了。我帮你，是因为你与我有缘，天命如此。帮完了你，我便该走了。等等，你不娶我吗？你的意思是要嫁给我？我只是一个乞丐。这有什么？我们周家有的是钱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现在就能当大夏总商会的董事长。没错，我之前发过通告，谁救了我女儿，我就把女儿嫁给他。周家万亿家业也如数奉上，我周才皇说一不二。功名利禄皆是过眼云云，天地之大，还是自在逍遥比较快活。你再考虑考虑吧，多少人排着队想娶我和姐姐呢？特别是我姐姐，她可是大夏第一美人，你看着她就不动心？哈哈，罢了罢了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哼，装什么闲云野鹤，有钱不赚，真是傻子。我看他治病啊，肯定是侥幸，怎么能跟我们相比？住口！两个骗子，治不好我女儿还有脸说3道4，滚！真是高风亮节，佳佳，你调查一下他。爸，这是为什么？他弄的这扇门连子弹都打不破，这么厉害，绝对是隐世高人。流氓，你别碰我！流氓，你别碰我！姐，你可算醒了，你已经没事了。佳佳，刚刚那个乞丐把你的病全治好了。看来是我误会他了，
原来他是在帮我治病。那他人呢？人刚走，拦都拦不住。那怎么行？他看光了我的身子，又救了我的命，难道他不想娶我吗？哈哈哈！好，这些年爸给你镶了那么多青年才俊，你都看不上，现在可算有中意的了。爸，你把他的资料给我吧，我要去找他。好。孟瑶已经好几天没给我打电话了，应该是工作太忙吧。之前听他说，那个对他挺不错的老板，公司运营遇到点困难，他那么要强，肯定也跟着着急。是我，准备一份100亿合约给赵氏集团的赵天宇和柳梦瑶。有了龙殿的支撑，他们公司的运营就不会有问题了，梦瑶也能更轻松些。这是退婚书，我要退婚！梦瑶，你说什么？阿姨，100亿一个臭乞丐，配不上我，这才是我的男朋友，赵氏集团总裁赵天宇。我配不上你。哟，你回来了，正好，赶紧把这退婚切了，我还赶着和天宇哥结婚呢。瑶瑶，当初100亿打工供你上学，这婚约怎么能说退就退？那是你们自愿的，现在他一个臭乞丐，让我嫁给他，我不要脸吗？天宇哥可是赵氏集团总裁，马上还要和龙殿集团签约。龙殿集团那可是全国大名鼎鼎的财团，跟着天宇哥，我才有前途。我真没想到，原来你这么贪慕虚荣。死穷鬼，你还有脸怪孟瑶贪慕虚荣？那明明是你自己没本事。孟瑶啊，小姨是没多少钱，可是你们从小青梅竹马。你爸爸当年离家出走后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女儿对待，你怎么能羞辱我好日子有什么错？要怪就怪你儿子自己没本事，是个废物。哼，不错，垃圾就是垃圾，还想跟我抢女人，配吗？垃圾。赵天宇，你以为攀上龙殿集团就了不起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知不知道龙殿集团的合约是我给的？你给的？你一个臭要饭的，能给龙殿集团合约？你当我傻呀？真是疯了！天宇哥能签下龙殿集团的合约，那是人家本事。你一个乞丐，连龙殿集团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，还敢在这吹牛？刘梦瑶，你天天跟我说赵天宇在公司照顾你，是你贵人。你说公司运营困难，你很辛苦，我念着你的好，才刚下令把100亿合约给了赵氏集团。可我没想到，我前手下达命令，你们后脚就上门退婚，嫌我穷，嫌我是乞丐。哼，吹，接着吹。你要是真有那本事，还用得着当乞丐？装腔作势，真是令人作呕。我问你，这退婚书你到底签不签？当然得签，但我得找个合适的时机，比如你们的婚礼。100亿，你还想干倒我的婚礼？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让他来，婚礼现场全他妈是宝贝，我倒要看看你敢怎么闹。就怕到时候我那些保镖会把你按在地上，跪着祝我和孟瑶白头到老，早生贵子啊！瑶瑶，你别走，你再给100亿一次机会。妈，为了那种女人，不值得。你对她那么好，供她上学，为了她天天和人打架，妈心里头替你委屈啊。没事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一五一十都还回来。天哪，新娘子可真漂亮！欢迎各位来参加我和孟瑶的婚礼。首先，我想宣布一个大消息：全球最神秘的龙殿集团
将在今日与我签订神秘合约，助我集团蒸蒸日上。银电集团的神秘合约，听说只要得到它，哪怕是个3流小公司，也能在一夜之间挤进一方诸侯。赵总，真是要飞黄腾达了，可千万不能忘了我们呀！赵总和柳小姐真是天生一对，亲一个，亲什么亲？哟，你这臭要饭的还真敢来！穿成这样，怎么想抢新娘？白夜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我跟你已经不可能了，就算你现在跪下来磕头求我，我也不会再和你在一起。人啊，还是要有点自知之明。各位请看，这是我和新娘的订婚书，这婚还没退呢，她就在这儿和别人成亲，是不是不太道德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不是重婚吗？原来新娘早有婚约啊！放屁！那是因为你贪图我的美色，自己不肯退婚。就是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吃不到就想赖着是吧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哪里配得上我们家梦瑶？配不上，从头到尾都是他配不上我。如果没有我对你们的扶持，你们2个人今天还能在南城有一席之地？你给的？你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，你能给什么？主持人，把这个废物乞讨的视频给我放出来，让大家好好见见真相。快看，这西装革履的家伙居然真的在乞讨！哎呦喂，这也太丢人了吧！破碗破鞋，连狗都不如。就这德行，还敢来婚礼现场捣乱，脸皮比城墙还厚。大家都看清楚了吧？这个废物就是个臭要饭呐！各位，如果你们是新娘，会嫁给这种人吗？不嫁不嫁，嫁给他还不如去死！哈哈哈！白夜，听见没有？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，你连我家梦瑶的脚趾头都配不上。我早说过，你敢来，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保镖的厉害！来人，给我打断他的腿！废物！一群废物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你别得意，我这个人不喜欢废话，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跪下道歉，否则后果不是你们能承受的。哼，你以为打败几个保镖就了不起了？外面我的人已经把这里围了。是吗？这谁呀？气场好强！我是周佳佳，大夏首富周才皇的2女儿。姐夫，别担心，今天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姐夫？你说你是周家2小姐，他是你姐夫？那他岂不就是南城第1美女周家大小姐的未婚夫，以后还要继承周家万亿家业的大人物？白夜，你从哪儿找的演员？台词挺溜啊！还装周家2小姐，看上去这么寒酸，你也配？你没听说过吗？有钱人家的大小姐都喜欢过点低调的日子。行了行了，别装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长得倒是挺漂亮，留下来喝杯喜酒，待会儿跟哥哥加个微信。手放干净点。我看你太
他妈是找死！你可别忘了，老子手里可有龙殿集团的100亿合同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就是，天宇哥可是龙殿集团钦点的合作伙伴，南城谁不知道？识相的就给我跪下，磕3个响头，再学3声狗叫，叫的好听了，老子兴许放你一马。对，跪下叫2声，让大家看看你这废物到底有多怂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他妈聋了是吧？听不懂人话？来人，给我摁住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哟，这是哪来的美人啊？你现在还不配知道我是谁。姐，我还以为你是矜持那一个的，没想到你还挺主动的。你之前怎么走的那么匆忙，我都没来得及跟你好好说句话。其实我救你不过举手之劳，你不用特意过来感谢我。我不是来感谢你的，是来嫁给你的。把我的礼物都拿上来。这是云顶别墅的房产证1套，这是劳斯莱斯库里南的车钥匙，这是纯金金条100分，还有这份周氏集团50%的股权转输。天哪！云顶别墅，那可是南城最贵的楼盘，有钱都买不到。劳斯莱斯库里南一台就要上1000万，50的股份，这也太豪气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些都是你的了。你真的要嫁给我？我就喜欢你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当这儿没人是吧？哼，拿着一堆假货在这装模作样，真以为自己是富二代了？天宇哥，你的意思是这些东西假的？当然。如果她是大夏首富周才皇的大小姐，追求者无数，会看上一个臭要饭的？这分明就是这个乞丐故意找人做的骗局，想在我婚礼上装大尾巴狼。哟，白毅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搞这么一大出戏，不会是故意拖延时间，不想让我嫁人吧？还真是厚颜无耻。你之前挑选未婚妻的眼光可真差。以后不会了。有的人天生命里没有福分，享受不了破天的富贵，只能一无所有。你让我一无所有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刚才大屏幕里你正跪在地上乞讨。就是一个臭要饭的，拿什么让别人一无所有？你以为穷会传染啊？你该不会忘了吧？龙殿集团已经看中我的公司，我马上就要成为人上人了。等到时候天宇哥结交了龙殿集团，那可是一鸣惊人，某些人这辈子也望尘莫及。马上龙殿集团的使者就会过来吃我和梦瑶的喜酒，到时候你可一定要留下来好好看看，看看人家是什么排场。毕竟这恐怕是你这辈子离荣华富贵最近的一次了。你还不快点谢谢我们？要不是我们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看到这么宏大的场面。谢倒不用了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让你给我擦鞋呀？听不懂人话。待会儿龙殿使者来了，说给我100亿大单的事儿，到时候场面指不定怎么热闹。我让你这个土包子接触一下上流人的生活，你不应该表示感谢吗？天大的富贵，那你知不知道，你们龙殿集团的合同订单是我给你的？知道，你好厉害啊！笑死我了，那可是100亿订单，你一个乞丐吃饭都成问题，怎么给我？做梦吧！就是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龙殿大人吗？这人脑子有病吧？龙殿集团是什么体量？他一个乞丐也敢吹？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赶紧滚下去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都给我安静！我就是龙殿大人。什么？疯了，真是疯了！连龙殿大人都敢冒充，待会儿龙殿特使来了，我看你怎么死！天宇哥，龙殿大人的名讳可不是能随便冒充的，会惹大祸的。说那么小声干什么？你大点声，让他别冒充！听见没有？你这个臭要饭的，连龙殿大人脚底板的泥都不如，还敢在这装神弄鬼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！找死！你敢打我？找死！梦梦，你没事吧？王八蛋，你死定了！来人，给我去报官！对，找治安所，这可是江城我的地盘，怎么容得你们两个撒野？你们等着，等治安官一来，一定把你们抓到所里去严刑拷打，让你们生不如死。好，我就在这里等着，让你们知道自己的狗眼是怎么瞎的。白毅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我倒要看看谁能护着你。你别担心，有我在，绝对护你周全。是啊，姐夫，你放心吧。就你们，一个假扮才皇女儿，一个假扮龙殿大人，怎么护啊？我记得律法规定，若是随意冒充别人身份，最后的下场斩立决。你们完蛋了！佳佳，把赵氏集团名下所有公司查出来，我要把他拉入商界黑名单。怎么能麻烦你呢？我和他们的账，还是我自己算比较好。有本事你们就去查呀！赵氏集团名下公司详细，那可是商业机密，你们查得到吗？就是，有本事你就去查。我集团名下几十家分公司，个个都是行业翘楚。你要是能拉黑任意一家，老子跪下来给你舔鞋。这乞丐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查赵氏集团，做梦呢！赶紧滚吧，别在这丢人了。谁在寻衅滋事？刘梦瑶，你报警说这里有人寻衅滋事，怎么回事？宋警官，就是他们两个打闹我的婚礼现场，你可得把他们统统抓起来！寻衅滋事，都给我抓起来！等一下，宋警官，你们抓人不问问事情经过、前因后果，孰是孰非吗？订婚书，白毅与柳梦瑶。没错，这个女人就是柳梦瑶。我叫白毅，但她今天结婚却不是和我。刘梦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宋警官，我跟他之间有婚约是不假，可他自甘堕落，沦为一个臭要饭的。我不想嫁给一个乞丐，我主动和他退婚，但是他不退，还死皮赖脸来大闹我的婚礼现场。这种不要脸的人，难道不应该抓吗？是啊，宋警官，他就是个舔狗，偷偷对梦瑶爱得死去活来，可梦瑶连正眼都不瞧他一下。放肆！你敢说我看中的男人是个舔狗？
你又是谁？这是我姐姐，她是大夏首富周才皇的大女儿。周大小姐，那你是周二小姐？装什么呀，宋警官？他们两个就是骗子。就是，队长，你觉得才皇家的千金大小姐能看得上白毅这个臭乞丐？这不活见鬼吗？还有这个疯子，刚才还敢冒充龙殿大人！什么？你居然敢冒充龙殿大人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谁敢？我不仅是龙殿大人，还是医神。怎么了？放肆！冒充龙殿大人，其罪当诛，还敢冒充医神！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，把他给我带走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等等，不要抓！瑶瑶，你和小姨从小青梅竹马，关系那么好，你不是一直都很希望嫁给白毅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我心心念念想要嫁给他，他也配？你儿子现在就是个臭乞丐。小时候我不懂事儿，犯傻，觉得他人不错，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。白毅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，你哪里比得上天宇哥？就是，居然为了挽回女人，冒充自己是龙殿大人，简直是厚颜无耻！儿子，你疯了！龙殿是什么人？那也是你能冒充的！你个傻孩子啊！白毅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冒充龙殿大人会杀头的，你可不能犯糊涂啊！行了，事已至此，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行，我儿子不能撞！宋警官，我儿子白毅他很善良的，他是个乖孩子，特别孝顺，他怎么可能犯罪呢？是啊，宋警官，我家孩子上大学的费用都是白毅给的，他心肠好得很啊。白毅经常做慈善活动，帮助过好多人，求您明察，他绝对不是坏人。他再是好人，也掩盖不了假扮龙殿大人骗人，还有在这里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。来人，给我带走！慢着，你说我冒充龙殿骗钱，我骗谁的钱了？骗谁的钱，带走一审便知。对对对，抓回去一顿电击，不愁他不招。看来我今天不封了你的赵氏集团，你还真是不知收敛。佳佳，安排下去。来，封，有本事就封，真把自己当才皇女儿了。就是，我是不是你很快就会知道了？什么？她是才皇的女儿？自己说她是呗，装货！大夏首富周才皇，那可是全清朝野富可敌国的人物，你为什么要冒充才皇大小姐？我说了，我就是。那就把身份证拿出来。我出门向来有人安排，哪有带身份证的习惯？这就装不下去了吧？太可笑了！姐，电话已经打完了。打完了？不是说要封我集团吗？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？什么？刚刚商会会长给我打电话说，商会要封杀我赵氏集团。什么？难道她真的是才皇大小姐？才皇大小姐居然真的来我们江城了，这可是天大的荣幸啊！不可能，真正的才皇大小姐怎么可能会嫁一个臭乞丐？我知道了，你这个女人肯定是傍了个有钱的老头，你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勾引人家，出卖身体换来的荣华富贵吧。像你这种贱人，我见多了。白毅，你看你现在堕落成什么样了？也就这种女人配得上你了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！贱人，你又打我！宋警官，他打人，你快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宋警官，你倒是抓他呀！行了，我不是来处理你们这种婚约纠纷的，谁要是再冲动打人，别怪我请你们去治安局喝茶。
周小姐，你糊涂啊！你跟这个臭乞丐在一起，他能给你什么？就是你想包养小白脸，也别自甘堕落，选一个乞丐呀！不如咱们联手，只要你站在我们这边，我可以把赵氏集团的股份分你3成，不5成。对，你跟天宇哥合作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别为了一个乞丐毁了自己的前程。区赵氏集团，你觉得能贿赂得了大夏首富的千金大小姐？而且，我对白毅可是真心的。他不是乞丐，他是我的丈夫。你身份这么尊贵，为了我这种无名小卒，至于吗？至于，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。你放心，今天我一定替你出这口恶气，绝对不会让别人欺负你。既然你真心待我，我会让你变成这个世界上最耀眼、最幸福的女人。帮我准备聘礼，以最高规格的礼单，现在就要。聘礼？你一个臭乞丐，拿什么准备聘礼？就是，这些聘礼你弄得起吗？别到时候拿一堆假货出来丢人现眼。儿子，咱家没什么钱，你拿什么送人啊？没事嘛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你们等着瞧吧，我姐夫说到做到。喏，还说到做到呢。一个要饭的能拿出什么聘礼？该不会是破碗破鞋吧？行啊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。要是拿不出像样的聘礼，你们今天就别想走出这个门。天哪，那尊玉佛我见过，是去年佳士得拍卖会上的镇馆之宝。哦，那些钻石，每一颗都价值连城。儿子，这些是从哪里弄的？都是一些小玩意儿罢了。妈，你看这个儿媳妇，你满意吗？好，长得又漂亮又有气质，妈满意的很。这姑娘真俊，白毅有福气啊，早日抱个大胖小子。看看这些礼物，你喜不喜欢？要是不够的话，我还能再给。姐，这些礼物可比我们准备的丰厚多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就是龙殿。他妈的，拿个假货又来骗我是吧？你以为弄一堆玻璃石头就能糊弄人？老子见多了。你慢慢摔，想摔多少就摔多少，不过摔了多少，你就得给我赔回来。哼，你这些东西一看就是假的，还想让老子赔钱？做梦！天宇哥，我怎么看着这么真啊？你傻呀！堂堂的龙殿殿下，身份何等尊贵，怎么可能会去当一个万人唾弃的乞丐？那是因为功名利禄、金银财宝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。与其被俗物缠身，不如不以草鞋，逍遥天地之间。行，你就死活不承认是不是？我现在就给使者大人打电话，让他过来揭穿你的真面目。对，赶紧给使者大人打电话，扰乱婚礼，把他们碎尸万段。就是，让他们滚，让他们死。喂，使者大人，对，是我，您什么时候到？好。白毅，使者大人马上就来，你马上就要完蛋了。好，那我就在这里慢慢等。一个人总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。你总觉得赵天宇了不起，但你知不知道，他今天所有的成就都是我给的。要是没有我，他的赵氏集团连江城一流企业都进不了。呸！你恶不恶心？你扶持我，你凭什么扶持我？就是，还打着我的旗号为自己贴金，把别人的功劳揽在你自己身上，你脸怎么这么大？一群蠢货！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不仅是龙殿，我还是医神。姐，
姐夫，你可别唬我们！医生可是在场所有人奉若神明的大人物。好啊，还敢冒充医神，打死他！就是打死这个骗子！侮辱医神，罪该万死！儿子，你又胡说，赶紧给大家伙道歉！要是被医生大人知道了，那可不得了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干嘛呢？都给我退后！都给我退后！宋队长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赶紧把这群疯子都给我抓走！卑职宋远朝，江城治安大队队长。先前不知周大小姐身份，多有冒犯，还请大小姐恕罪。宋队长，你脑子糊涂了吧？你凭什么跟这个贱人这么恭敬？你给我住口！这是上级给我发的周大小姐的照片。你居然真的是周大小姐！完了完了，我刚才居然得罪了她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现在你知道自己闯大祸了，要是还想活命，就好好道歉。你怕什么？你背后有我，老子背后可是龙殿集团。你说龙殿集团要和你们签订合约，这个谎可说不得，不然我可得请你们去牢里坐一坐。宋队长，这种玩笑我们哪里敢开啊？使者大人马上就要来了，你很快就会知道，我可是龙殿集团的座上宾，了不起的大人物。使者大人到！恭喜使者大人！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，见到本使居然不下跪！不用跪。使者大人，他们是故意不把咱龙殿放在眼里，您可得好好教训给他们。咱龙殿，你是谁？小人是赵天宇，赵氏集团的董事长。原来你就是赵天宇，那谁是柳梦瑶？使者大人，就是我。原来就是你们两个，你们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好福气。龙殿集团特意派我来给你们送1000亿合约。你们两个可是龙殿大人特意要保护的人，有了这份合约，你们可就飞黄腾达了。龙殿大人特意要保护我们？当然，不然你以为龙殿的影响力会帮你们一个小小的江城企业？这是龙殿大人亲自指示的。天哪，我们太荣幸了！哎呀，真是没办法呀，命好。龙殿大人看上我们了，以后我们可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使者大人，不知如果我们受了欺负，您能不能替我们做主？怎么，还有人敢欺负龙殿指定要保护的人？就是这个小贱人，他刚刚封杀了我的赵氏集团。使者大人，您可得给我做主啊！你敢封杀龙殿要维护的人，该当何罪？使者大人，我们周家绝不是要和龙殿作对，只是他们太无耻了。无耻？什么意思？这两个人，一个是白毅的未婚妻，一个是他的上司，他们背着白毅苟合在一起，不仁不义。龙殿怎么能够维护这样的人？就是，白毅对柳梦瑶一心一意，供她上学，帮她找工作，结果她倒好，跟自己的上司搞在一起，还跑来退婚。这种忘恩负义的女人，也配得到龙殿的庇护？你放屁！我和天宇哥是真爱，白毅就是个舔狗，死皮赖脸贴上来不知羞耻。就是，而且这个臭要饭的还敢冒充龙殿大人，这才是最大的罪。岂有此理！你竟然敢冒充尊贵无比的龙殿大人！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今日谁敢动他，就是与我周家为敌。你什么意思？想以周家的身份向龙殿宣战？
不错，我周家虽比不上龙殿，但拼死一搏也未尝不可。他是我想守护的人，你敢动他，我以命相搏。没错。好，等我们把合约签完，立马向龙殿请示，踏灭你周家，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强者进犯。对，使者大人，赶紧签合约吧，签完我这心就踏实了。来人，上合约。不用忙活了，因为你们品行低劣，合约取消了。对，取消合约。哈哈哈哈！你说取消就取消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该不会是在外面当乞丐挣钱又被我退了婚，精神崩溃疯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特使大人，这是为什么？好，我明白了。使者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刚刚接到集团特使电话，他说合约取消了。啊？什么？签不了了？这是为什么？不清楚，但特使说这是总部命令。不会是他吧？可他明明就是个乞丐，怎么可能会是如太阳般耀眼的龙殿大人？我跟你们玩够了，该收尾了。1分钟之内，我要让赵氏集团在商界出名。够了！你他妈还想装神弄鬼到什么时候？你真以为你一个电话就能让我的亿万集团瞬间覆灭？可能吧，不妨拭目以待。天宇哥，让他装，要是装不下去，我就弄死他。天宇哥，你怎么了？公司遭到外部打击破产了，所有银行账户海外资产全被冻结了，我彻底完了！是你搞的鬼！不错，就是我。现在你还不愿意相信我是龙殿大人吗？不可能！使者大人，你一定见过龙殿吧？龙殿怎么可能会是他这样的乞丐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江城分部总管，哪有资格见到龙殿殿下？但我听闻，龙殿殿下向来以金龙面具示人，身披9霄龙鳞甲。每当他出现，9天之上必有龙吟咆哮，万里晴空，瞬间雷霆万钧。脚下踏着金色祥云，身后浮现5爪金龙的虚影。不错，我也听说过，龙殿大人一出场，天地变色，万兽臣服。对，我听说龙殿大人的境界早已超越凡人，直通神明，常人根本不可能见到他。对，是不是这样？天哪！他竟然真的是龙殿大人！龙殿大人怎么会成为一个乞丐？龙殿大人万岁！儿子，你居然是龙殿大人！妈，您不用跪，你们都是我的亲人、家人，以后见我永远不用下跪。恭迎龙殿殿下。你怎么也跪下了？快起来！佳佳，你也别跪。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这些虚礼。姐夫，你也太厉害了！真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是龙殿大人，也太神奇了吧！龙殿大人，龙殿大人，我有眼无珠，求您饶了我！白衣，龙殿大人，看在往日情分上，放过我吧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龙殿大人，您不能这样对我们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您的身份啊！就是，您这是欺负人，动不动就想毁了我吗？白衣，你要是还喜欢我再跟你不就是了？你可千万不能欺负我！娶你，你也配？真不要脸，2个货色半斤8两！白衣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没有父亲，没有安全感，我做这一切都是被逼的。什么意思？甩锅甩到我头上？明明是你跟我说他就是个臭乞丐，这可不关我的事儿。你放屁！是你先勾引我的！放你妈的狗屁！是你自己贴上来的！够了！你们2个不是好东西，谁也别说谁。像他们这种不忠不义、不干不净的东西，该当如何处置？按龙殿律法，当打入寒冰地狱，日夜饱受冰刃刮骨、寒毒噬心之苦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不要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求求你们！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你是什么人？敢来闹事？找死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这么跟我说话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竟敢触犯龙殿集团，打伤龙殿下属！哼！认识这个吗？祖龙令，你是龙祖亲传弟子，龙殿集团的幕后掌控者。身为集团使者，既识我令，又知我身份，还不下跪？参见尊上。我师父的祖龙令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小子，你应该唤我一声师叔。师父收的第一个徒弟就是我。20年前，我随师父上青城闭关修炼，他才把龙殿集团交给你代管。如今我回来了，你该让位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就是让你滚。而且你欺负我女儿，得给我个交代。你女儿，你是流过海。梦瑶，爸回来了。爸，你真的是我爸？是我。当年我离开你和你妈去闯荡江湖，遇到龙祖，他带我上青云山，让我闭关20年，修炼成神。如今我回来了。爸，那您比龙殿还厉害吗？哼哼，当然。我手持祖龙令，甚至可以直接取代他做龙殿。没想到您这么厉害。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爸一定好好弥补你。爸，那你现在就可以替我做主，
帮我收拾白夜。是啊，他得不到梦瑶就想毁了他，不仅大闹我和梦瑶的婚礼，还要把我们打入寒冰地狱。白毅，你该当何罪？赶紧跪下磕头道歉！让我交代，我持祖龙令高你一等，你却欺负我女儿，难道不该给个交代？你只知道我欺压她，但你知道我为什么欺压她？为何？你离家20年，他们母女相依为命，家中清贫，是我们家帮他们交房租、买米面。他上大学的学费也都是我打工挣来的。我继承龙殿之位后，听说他工作不易，就给了赵天宇集团100亿大的。可他呢，背着我跟赵天宇勾搭成奸，还当众羞辱我，嘲笑我是乞丐。你说，我该不该教他怎么做人？梦瑶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爸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那是为了柳家的门楣。他一直缠着我，死皮赖脸，算什么东西？他自己没本事，混成乞丐，还怪我。就他这副德行，也配娶我？听见没有？你自己没本事还怪女人，要不要脸？一点格局都没有。哼，我没格局。我要是没格局，你们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？放肆！我现在就以祖龙令为尊，废了你龙殿之位，贬为庶人。没想到吧，白毅，我有一个更厉害的爸。哼，你继续嚣张啊！就算你是龙殿又能怎么样？叔叔照样能废了你。他说废就废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你难道还敢违背祖龙之令？你不会以为有了祖龙令就可以号令天下？师父说，不管是龙殿集团还是这天下任何事，都应以正道为尊。你虽手持祖龙令，却行卑鄙之事，纵容女儿背信弃义，欺辱忠良。我当以天下正道，替天行道。现在你还有机会，把女儿送去极寒地狱，否则你们可承担不起后果。放肆！你竟敢违背祖龙令！来人！在！此人违背祖龙令，给我拿下，处以极刑，送去极寒地狱。放肆！我看谁敢动我丈夫，谁敢动我姐，便是与整个周家为敌。周家也敢蚍蜉撼树，和龙殿集团作对，找死！不要，刘阔海，我们可是照顾了梦瑶20年啊！要是没有我们，他都活不到这么大。你不能不念恩情啊！那又如何？我有权有势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跟我讲道理，你觉得我会听吗？就是，爸，别听他啰嗦。不过池渊啊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倒是风韵犹存啊！你怎么这样？哼，装什么清高？你要是能陪我睡一觉，我就放了你儿子；不然我就让他死在你面前。这么无耻的话，你也说得出来？柳阔海，你道心崩坏，恶贯满盈，今日我非替师父清理门户不可。就凭你，石渊，我是看你还风韵犹存，愿意给你机会，自己把握不住，那你儿子今天身陷难救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好痛！我的手，我的身体。这简直就是神仙手段！这是毒！你这个卑鄙小人，居然敢用毒！对付卑鄙小人，就得用卑鄙之术。师父从未教过下毒之术，你是如何会的？我如何会的，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别婆婆妈妈，赶紧说！其实我有很多身份：乞丐、农民、商人，
保镖、杀手、龙殿，不是最强的那一个。我还有一个更强的身份，医神。医神，就是那个全世界顶级财团、各国首脑都奉为神明的医神大人。听说医神能骑死人肉白骨，连大国元首见了他都要行跪拜大礼。没错，就是我。这个世界上，再有钱的人也会生病，而我以救死扶伤、超凡绝技，替他们治疗疾病，减轻痛苦，甚至延续生命。世上最有权势的人，都奉我为神明。不是因为我强，而是因为我在给予，我在恩赐。你说你是医神，你就是医神。医神已近100岁高龄，通神彻鬼，才20来岁，一个毛头小子，凭什么？就是，医神怎么可能是个乞丐？吹牛不打草稿。你想借医神之名对付我爸，逃避惩罚，做梦！听见没有？你根本就是假的，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蒙混过关，做梦！是吗？那我就显出医神之身，给你们看看。天哪，居然真的是医神大人！就是他，当年给我家女儿看病的医生，他就是这个模样，我死也不会认错。医神大人显灵了，我们有眼无珠啊！各位被医神救助过的人，你们所见的，是不是这副面孔？是就是他，医神大人。穿身衣服戴个面具就想冒充医神，也就骗骗乡下人罢了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天下人传闻医神医术通神，武道通天，但那也只是传说罢了。究竟如何，还要以眼见为实。好啊，那我今日就让你看看，就看你能不能承受得住。雕虫小技。白夜，你到底把我爸怎么了？恶人自有天收。不，我收。他已被我废了修为，从此痴傻一生，再不能作恶。你赶紧救我爸！他要是出事，我跟你没完！跟我没完，算个什么东西？从你背信弃义、自甘堕落的那一刻起，你的命运就已覆水难收，再无以后了。你本可以守住初心，那你便是高贵的龙殿之妻，医神之妻。可你偏偏选择做一条狗，让自己沦为笑柄。白夜，你害我父亲毁我人生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作恶多端，冥顽不灵，看来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知道我这双手的含义吗？这是左手，也叫惩恶之手，善于用毒施法，可让人生不如死。这是右手，也叫扬善之手，善于救人保命。既然你冥顽不灵，那还是做个傻子，对这个世界安全一些。不要，不要！不要，不要！将这3人送入极寒地狱，此生此世永受煎熬。白夜，你居然真的既是龙殿，又是医神。是啊，你都看到了一切，还不愿意相信吗？我信，我就是太激动了，这一切太不真实了。姐姐真是太好了，姐夫这么优秀，你一定可以收获幸福的。唉，我本来还想找个比姐夫更优秀的好老公呢，这下可找不到了。这有什么？龙殿英才无数，我给你安排。真的吗？那我可等着啦。儿子儿媳妇，妈太高兴了，妈就盼着你们早点给妈抱个大胖孙子。
那我们回去准备一下。